ที่มีไหนได้ไหมคะ说起泰国恐怖片，总离不开因果轮回，而这部上映于2006年的《吓死鬼》却是一个特例。它用剧中剧的形式呈现出一个精彩的悬疑恐怖故事。丑小鸭婷婷从小便有个演员梦，为此她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，奔波在各个剧组之间充当临时演员。她告诉茶餐厅老板，她是临演中最甜美最专业的，然后展示了一个标准的微笑。那诡异的笑容成功吓跑了老板，还引来了一名警察凯特卡。然而笑比哭难看并不犯法，对方也不是要逮捕他，而是想邀请他扮演受害者，帮助警方还原凶杀案现场。婷婷并没有接触过这种形式的表演方式，生怕自己不能胜任。但凯特卡警官表示要求并不高，只要胆子够大且人不傻就行。之前找的那些胆大的演员，不是被刀插了还呵呵笑的傻妞，就是不会游泳还扑通跳下水的傻蛋。他说他很看好婷婷，相信她一定不傻。婷婷还是有些不安，担心会亵渎往生者。凯特卡警官劝她放心，因为还原案发现场也是一种刑侦手段，是在帮助受害者找出真凶，绝不会冒犯亡灵。抢劫分尸案的现场还原即将开始，婷婷看着血淋淋的照片，心里难免发怵。但一开始表演，她就像变了一个人，把受害者临死前的绝望和恐惧演得入木三分。一旁的受害者家属十分激愤，一窝蜂冲上来围殴扮演罪犯的灵眼。等众人散去之后，婷婷诚心地祭拜了受害者，为其插上一炷清香。她还不知道，那已没了头颅的受害者就站在她面前。第一次表演就让婷婷登上报纸头条，凯特卡对她十分满意，准备把她介绍给其他分局的同事，让她有更多的工作机会。下一次现场还原是强暴虐杀案，在遇害之前，婷婷爆发出无比凄厉的哭喊声，她的情绪感染了在场所有人，就连饰演罪犯的演员也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，自责的大哭不止。祭拜的时候，亡灵握住了婷婷的手，细嗅着她掌间的烟气。在那之后，婷婷变得小有名气，接到的工作越来越多，祭拜的次数也变得频繁，鬼魂们总是如约而至的出现。这件事情真的太酷了！不久后，选美明星阿敏离奇失踪的消息瞬间霸占了新闻头条。她为泰国顶流，如今生死未卜，社会各界都密切关注着这件事。当天晚上，2名警员来到汽车旅馆出警，房东说303号房一到夜里就会传出惨叫声，但他不敢开门去看。菜鸟警员胡子被逼着打了头阵，两人一前一后悄悄潜进屋内，没走几步，胡子便看见一滩被水稀释的污血，而浴缸内正躺着一具尸体。突然，尸体的手动了动，胡子吓得尖叫不止。资深的警员怪他胆小，看见个空浴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胡子说他绝对没有看错，刚刚浴缸里分明躺着一具尸体。于是两人在浴缸中搜寻，在排水口附近找到了一块碎肉。经过检验，发现那块碎肉竟然是阿敏身上的。顶流失踪案变为分尸案，阿敏的丈夫亚努作为唯一的嫌疑人已被警方逮捕。婷婷密切地关注着这宗案子，她希望靠扮演阿敏一炮而红，成为真正的演员。当她满心欢喜地接起凯特卡警官的电话时，却被浇了一盆冷水。对方说上级已经决定由女警扮演阿敏。婷婷失望透顶，不惜祈求阿敏的鬼魂，求她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一阵邪风将阿敏的简报吹起。当天晚上，扮演阿敏的女警便见了鬼，变成了一具干尸。上级只说她是被吓死的，让凯特卡叫婷婷来替补，而凯特卡也对婷婷撒了谎，说女警是自己退出的。婷婷非常开心，压根不知道阿敏的鬼魂就在她身边。得知阿敏曾是传统舞剧的演员，婷婷连夜学了一段舞。也许是因为困倦，跳着跳着她便闭上了眼睛，而阿敏则出现在她身后，手把手地教她。一人一鬼翩然起舞，婷婷猛地睁开了眼睛，看见了镜子中的阿敏。她明知自己见鬼了，非但不觉得害怕，心里还十分感动，对阿敏千恩万谢。为了能演得更传神，婷婷租下了汽车旅馆的303号房。她躺进浴缸里，真切地体会到尖刀划破皮肤的触感。到家门口时，她看见一个浑身是血的少女，那少女悲切地哭着，不停向她求救。婷婷连忙上前关心，还以为面前这东西真的需要去医院。她还没发现，一大群鬼魂正在黑暗中窥视着她。
等他走到少女面前，看清她那腐烂的脸，才发现自己见鬼了。而此时数不清的鬼魂已堵住他的去路，七嘴八舌地向他求救。另一头，少女变成了阿敏，婷婷根本无路可逃，连尖叫都是奢望，因为她已被捂住了嘴和眼睛，只感觉到有无数双手扯着自己，而鬼魂们就像潮水一样慢慢将婷婷淹没。阿敏将她拎了出来，恶狠狠地对她说：“真凶不是亚努。”婷婷尖叫着醒来，发现自己还在浴缸里，她立马打电话给凯特卡，告诉他亚努可能是被冤枉的，但凯特卡表示不可能，因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亚努。正说着话，电话突然没了信号，车载收音机也传出刺耳的杂音，车身突然动了动。凯特卡看见阿敏攀在车窗外，一把揪住了他那握着方向盘的手，一辆卡车迎面撞来，凯特卡猛打方向盘，撞上路边的铁柱。第二天一早，记者和警察齐聚在阿敏家中，婷婷穿上了阿敏临死时的同款连衣裙，按照警方提供的剧本表演起来。而亚努忙着为自己辩白，根本不接婷婷的戏，但婷婷还是自顾自地演起被家暴的戏码，试图给亚努冠上家暴后误杀妻子的渣男头衔。但很快他便发现阿敏的身影出现在了人群中，他一遍遍地提醒着婷婷，真凶不是亚努。下一刻，阿敏便直接附在婷婷身上，剧情彻底走偏，俨然变作一副夫妻情深的画面。凯特卡警官从医院赶来，拼命呼喊着婷婷的名字。阿敏离开了他的身体后，他便昏倒了。再醒来时，婷婷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凯特卡警官骗他说案子已经结了，以后不用再做现场还原，但阿敏冤魂不散的新闻已上了头条，根本瞒不住婷婷。为探究真相，婷婷找到了个法力高强的灵媒，灵媒感应着阿敏的灵魂，画出了一个女人。随后，婷婷来到阿敏家拜访她的母亲，但阿敏母亲并不认识画像中的女人。婷婷并没有放弃，立马来到阿敏房间查找线索。不知不觉天黑了，灯泡突然熄灭，储物柜自行打开，婷婷看见里面放着一份简报，而画像中的女人就在简报里。警察大黑告诉婷婷，这个女人名叫小飞，是阿敏的整形医生，也是她多年的好友。警方早已调查过她，确定她没有嫌疑。见警察不肯翻案，婷婷只好一个人来到小飞家门口。另一边，大黑将婷婷来过警局的事告诉了凯特卡警官。此时，婷婷已被小飞邀进家中。小飞回忆着和阿敏相识的过程，说阿敏曾是最优秀的舞者，即便籍籍无名，但却难掩星光。婷婷发现小飞对阿敏的爱意已然溢于眼底。当说起亚努时，小飞显得非常激动，不停地辱骂着亚努。婷婷虽蠢笨，但也能看出小飞有点变态。她刚想告辞，却被小飞拉住了。小飞强制性的给她画上了浓妆，一边轻抚着她的肌肤，一边说她和整容前的阿敏很像，然后还为她戴上了阿敏的头冠，要求她叫自己亲爱的。婷婷不敢反抗，对小飞有求必应，任由他对自己上下其手。但阿敏和懦弱的婷婷截然相反。那天，小飞向阿敏告白，希望能和她发展成超友谊关系。作为一个钢铁直女，阿敏果断拒绝。小飞退而求其次，只求能与她一夜春宵。阿敏觉得恶心至极，立马提出绝交。心理扭曲的小飞恼羞成怒，当场将她杀死。事后将尸体转移到了汽车旅馆，分解成无数片肉块，还故意留下伪证，嫁祸在亚努头上。故事说完之后，小飞准备将婷婷灭口，在追逐之际，他感觉婷婷就是阿敏，于是变得更加兴奋。就在这时，凯特卡赶来了，一枪射杀了小飞。他连忙上前去扶婷婷，突然发现婷婷变得面目全非，他吓得出了戏，喊出了婷婷的真名阿梅。原来这一切只是一场戏，但导演已经喊卡，扮演卡特卡的演员仍大喊着有鬼，而阿梅也晕倒在了片场。这部电影名叫《吓死鬼》，由真实事件所改编，不久后就将上映。在拍摄最后一场戏时，导演的耳机中传来怪声，他心里有些发怵，安排场务一个人留下，用香祭一祭鬼魂。带着传统舞具的假人在夜晚看起来尤其瘆人，场务不敢多待，准备快步离开。而在他身后正跟着一双伸了老长的鬼手。第二天，导演告诉阿梅，场务已经死了，但他支支吾吾的不愿谈及死因，因为场务是被吓死的，且死状极其诡异。
阿梅察觉到不对劲，将阿敏的扮演者玛丽娜约出来谈心。玛丽娜说，阿梅经常在片场昏倒，而且每次醒来都会失忆。最恐怖的是跳舞那场戏，阿梅突然不许人碰，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然后双眼一闭，熟练地跳起传统舞剧。场务知道阿梅根本不会跳传统舞，而那又尖叫又呕吐的模样也像极了鬼上身。场务连忙将护身符戴在他身上，他却叫得更大声了，直到导演冲进来取下头冠，他才安静下来。事后导演叫大家忘记这件事，还威胁大家只要谁敢提这件事就会被开除，所以大家便一起瞒着阿梅，直到拍完了整部电影。后期剪辑时，剪辑师发现许多镜头里都有奇怪的影子，直接可以省了做特效的钱。他给导演看了一个最邪门的画面，一个清晰可见的戴着头冠的鬼影。剪辑师的电话响起，起身离开了剪辑室。导演想起在大结局时自己曾经听到过怪声，连忙翻出那卷袋子查看，他再次听见了那声鬼叫，瞬时间鬼影四现，影子化为一股黑烟将他吞噬。等剪辑师回来时，导演已变成一具干尸。同一时间，阿梅接到了导演的电话，对方语气慌乱，似乎有要紧的事想和他说，但话还没说完，电话就挂断了。紧接着编剧打来电话，他告诉阿梅导演已经死了，而下一个就会轮到阿梅。阿梅感觉身后一凉，转头便看见了阿敏的鬼魂，她连忙逃回家中，想透过猫眼看看鬼还在不在。突然她被血淋淋的手掐住了脖子，她连忙挣脱，只见那双鬼手还在扭曲着，她吓得连连后退，退到阳台时被鬼手扯下了楼。闹钟声响起，阿梅从睡梦中醒来，见天色仍暗，她吃了颗安眠药，准备继续睡，但一晃眼竟发现镜子中的自己化着浓浓的舞台妆，还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。她再次惊醒，发觉天已大亮。她本以为只是个梦中梦，但如果是梦，为什么自己的嘴上会画着浓艳的口红？经过这一晚的搓磨，阿梅已精神萎靡，神情倦怠。她接到编剧的电话，得知导演已经死了，而电视里的自己变得面目全非，诡异的声音已在四周响起，那声音越来越快，几乎要震破耳膜，将阿梅折磨得快要崩溃。她认为冤魂索命必有缘由，于是来到阿敏的墓前，向阿敏道歉，说不该把她的故事搬上大荧幕，还说自己接这部戏的初衷只是想帮忙还原真相，希望她能安息。在停车场，阿梅又听到了铃铛声，她想赶快回家，奈何电梯还没到，只能在原地等待。突然，一具干瘪的尸体出现在她眼前，阿敏被吓得失去了意识。等她回过神来之后，发现自己正在大街上跳着传统舞剧，她的记忆断片了，只听见身边的小女孩提醒她要归还戏服，说阿梅刚才借了妈妈的衣服跳舞，还说没想到大明星也能跳得和专业舞者一样好。阿梅终于反应过来了，跟着她的鬼魂绝对不是阿敏，因为阿敏生前根本不会跳传统舞剧。她打电话给编剧，希望他据实相告。如今导演已死，编剧也没了顾虑，正准备开口时，耳边便响起一声尖利的怪叫，他的电话突然失灵，铃声在不远处响起，只见一具穿着传统戏服的焦黑尸体正在翩然起舞。等阿梅赶回公司时，编剧已不知所踪，所幸他早已把一切都记录在文档里。原来在开期第一天，阿梅便被附身了，编剧亲眼看见她带着传统舞剧的头冠起舞，脸上还布满了伤口。编剧希望导演把头冠销毁，最好是送到庙里烧掉，但导演却不同意。他临时决定把传统舞蹈加进戏里，希望能借鬼魂的力量让电影更加卖座。所有人都知道阿梅是因为戴了头冠才被附身的，但只有编剧和导演知道，头冠是开拍前一天有人专门拿来送给阿梅的。导演也怕玩出人命，不敢用那个邪门的头冠，于是他按照头冠的样式做了个一模一样的道具，而本体则被他收在了公司3楼的玻璃柜里。可玻璃柜已被上锁，阿梅也不知道钥匙放在哪里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了玻璃柜上的鬼影，那只鬼正跳着舞朝他走来。他又怕又急，干脆砸烂了玻璃柜，柜门一破，鬼魂就被风吹散了。阿梅连忙拿着头冠逃跑，等鬼魂再次聚拢成型之时，阿梅已逃进电梯里。他猛踩油门，预备赶往寺庙，但他突然发现后视镜中出现一双鬼手，正在慢慢为他戴上头冠。他再度昏迷了。
清醒过来后，发现自己已置身贫民窟。他跟着铃声来到了一间废弃的屋子，看见墙上贴满了自己的照片，一幕幕场景浮现在他眼前。他看见了一个名叫白带的男人，他是一名传统舞剧的舞者，也是阿梅的粉丝。和阿梅一样，白带也长着一对细长的眼睛，一张厚厚的嘴唇。但男人的五官毕竟过于刚硬，白带梦想着变美，于是花光了所有的积蓄去做整容手术。可惜手术失败了，他再也付不起高昂的修补费，只能眼看着伤口慢慢腐烂。通过野路子，他找来了一个没有执照的医生，医生为他打了一针不知名的药剂后，他便死了。临死之前还紧紧地盯着电视上的阿梅。后来他的尸体被医生抛入河中，阿梅联系警方打捞他的尸体，还为他付了丧葬费，连害人的医生也缉拿归案了。阿梅以为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，但铃声再次响起了，意味着白带的鬼魂还在他身边。鬼魂从镜子中爬了出来，对阿梅说出了他的愿望。白带的愿望并不是要变得和阿梅一样美，而是要取而代之，占据阿梅的身体。他希望美丽的阿梅能变得和自己一样丑，满脸布满腐烂的疤痕。他在生前病态地追求着那求而不得的美丽，临死时只剩下妒恨。他不怨恨整形医院，也不怪那个害死他的医生，他只恨阿梅，恨她生得美艳，也恨自己投错了胎，成了污泥一样的男人。在影片前半段，导演试图用剧中剧误导大家，让观众误以为人比鬼可怕。鬼魂们只不过想沉冤昭雪，只是一群渴望被救赎的可怜亡灵，但人性却难以琢磨。在为阿敏寻找死亡真相的过程中，在故事即将迎来高潮之时，剧情却突然来了个大转折。导演告诉大家，吓死鬼只是一部电影，是虚构的。等真相一层层的剥开后，我们发现鬼魂的需求远没有那么简单。白燕因咽不下一口怒气而留存于世，在他失去生命那一刻，他便已失去了人性。他是由嫉妒所化身的幽灵，而善良无辜的阿梅最终还是被夺走了身体。这种以怨念妒恨为主题的恐怖片无疑是颇具争议的，因为大多数泰国恐怖片主打的就是一个因果轮回，但这部吓死鬼却颇有日式恐怖片的味道。鬼魂是由怨念汇聚的，他们不分是非黑白，只凭借本能害人。这种自私的、恐怖的、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恶鬼是由人性幻化的。可见这扭曲的人性不仅能吓死人，还能吓死鬼。